Hello，大家好，今天是10月2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英伟达 GTC 大会即将来袭，股价提前启动，资金压住上涨，稳定币概念走强，蛇口放量拉升，这里是底部反转吗？美股日线突破缺口，运线上破是真是假？诱多陷阱还是上涨延续的信号？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5期的视频。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周复盘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重点讲解一下有关于市场指数环境，因为阿哲一直认为指数环境的变化会严重影响到个股的走势趋势。我们通过指数方向来去决定个股以做多还是做空为主。那么我们会通过周线的复线、日线的趋势强度以及日内的撑压3个纬度周期来讲解目前的市场方向的研判。而对于市场环境有了明确之后，我们再讲到个股的解析，阿哲依旧会讲到特斯拉、蛇口、英伟达、APP、博通、AMD、HMS、HOD、Coin、TR、Huawei、苹果、FIG、阿斯麦、MSTR、谷歌、亚马逊、SMCI、PLTR 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如果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那么第3部分阿哲一般呢会做一些调整。如果您手中有一些股票目前还不太清楚技术面上的分析，那么可以把这个股票的代码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阿哲在下周周2的时候会在第3部分进行增加以及调整。感谢您一直的支持和订阅。那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温馨提醒。那么您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有蛮多的一个内容，那涉及的标的也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都感兴趣，所以我们做了一个时间轴的分布，在视频下方的播放按钮旁边您点开就可以看到，而里面的段落您可以找到您最希望优先观看的内容去点击收听。那么希望这一个设置可以解决您部分的观看烦恼。不过第一部分阿哲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收听，因为阿哲认为它是最关键的那一部分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叫做周线的复阴线。那么什么叫复阴线？其实呢，这是我们在上周周6讲过的一期视频当中的一个知识点，它其实就是乌云盖顶的形态。市场呢出现了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而阴线是比阳线的高点高，而后它的收盘价是吃掉了阳线的一半也就是一个冲高回落比较大幅度的行为。那么如果这个阴线是把阳线全都给吞掉了，一般就会转换为一种强烈看跌形态，叫做看跌的吞没。那我们说过，市场出现了这种形态之后一般来讲你要小心后续延续调整的风险，因为之前市场在周线上，也就是25年这个关税下跌前的这个震荡，它是出现了连续3次的负线，而出现了市场的一个明显的下跌。后续在上涨途中呢，虽然负线也时不时出现但是后面都被验证为它是一个上涨当中的砸盘行为。我们一般出现负线，你要去小心什么呢？它可能有时候会小概率是上涨时的出货现象，而很多时候呢是砸盘现象。怎么去分辨的？我们是不是讲到你要去突破阴线的高点，那基本你就可以确定它是砸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你看到前期这种上涨的时候一根负线出现了，冲高回落，好，那么周线只要高点还能被吃掉后续短期不跌回来，那基本上呢它就是一种周线上的周 K 线的砸盘。那包括这一个负线是吧？高点突破，后续呢没有再收跌回来，那么有效突破，价格呢依旧看涨。那么当下的负线也是一样的，2周后出现了高点突破。我们在本周周1的盘前广播当中其实也讲过，像这种位置有一个负线又有一个运线，那么正常来讲第3周的时候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是比较大概率的现象。所以盘前广播我们在周1时就讲到了，本周要关注了，有可能是方向性 K 线，那么它的波动呢会比上一周要大。那么本周确实走出了方向性向上突破，那么这一个负线大概率也是砸盘。所以从周线上来讲恢复看涨。我们不要担心的一种负线，就是产生于上涨之中，而后这种阴线高点呢，它迟迟无法去有效的突破，或突破之后快速跌回来。所以当下呢，还有一个周线的观察防守位，那么就是我们这一根大阴线的高点，周5的时候才跳空突破。那如果在下周的周线上出现再次的跌回，那就要小心了，它可能是假突破，那么方向依旧是往下看。在这种周线产生之前，我们依旧看涨目前的美股市场。
这是我们对于上周周六的支持点的回顾，以及呢再次的延伸的观点。而后我们看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讲一下趋势的强度。所谓的趋势强度啊，是市场当中一个上行趋势的延续。我们会发现，什么叫上行趋势？就是它的一个股价回调的低点啊，基本上都是在抬高的，很少呢出现低点降低，或者说有效跌破前期的低点。包括目前为止啊，低点在这种大阴线之后，也还是没有去进行一个跌破，所以这个走势呢，一直是低点抬高，而它的高点也在不断的抬高。所以当前的市场就是一个上升趋势走势，但是不是说它保持新高，保持不新低，那么就会一直保持上涨。有时候的市场反转，它可能需要明确的信号啊，比如说打破前低，反弹不做前高啊，这种叫做一个反转结构的产生和延续。但一般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再去卖出股票啊，很多时候可能就亏损了，或者说被套了啊，比较晚了。那怎么样能够提前去研判啊？它可能会走弱，会走反转，我们就需要根据它的趋势强度的变化来提前去发现。那我们看到这个图表，目前所看的啊，是我们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日线图上，阿哲画了一个整体的市场轮廓。左边这里呢，啊，我们一直称为高点抬高，低点抬高啊，就是上升趋势。当上升趋势有一个动作要去注意，就是它股价创新高，而后它能够走多远。以及呢，创新高之后的回落，或者说下一次回调和上一次的回调，它们之间的距离关系是会越来越靠近，还是会越来越偏远？这都是趋势强度一种隐含的一种状态。如果价格走势创新高之后，它走的距离差不多啊，或者说没有说明显的缩短，那么这种趋势强度啊，一般来讲，我们说它不会特别容易衰竭。那只有一种情况，那么有两种情况你要小心，就是创新高之后，它走出去的这个距离啊，在缩短，而且比之前是明显缩短。而后创新高之后回调的力度在变强，怎么样算变强呢？就跟前期的低点的距离啊，如果你发现啊股价上涨回调是吧，前期的回调离前面低点还有这么多距离，好，创新高之后，这一次回调和前面的低点，距离呢是变大了，是吧？明显是变宽了，这种叫做它的空方力量是在减弱的。多方还是很强的。那如果股价上涨时，它创新高的力度在缩短，回调的力度在变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说明趋势呢在变弱，要么说明上升趋势可能要转为震荡啊，可能要横盘调整，要么就是上升趋势啊可能要走为反转，下一次回调就容易打低点了。所以当前的一个市场前期突破左边高点之后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距离，第二次股价突破是吧，距离很明显缩短。而后下跌没有打破左边低点，但是很靠近。而我们看一下啊，像这个地方和前面的低点是吧，距离呢没有那么靠近，所以当下就是新高之后走的距离在缩短，回调的力度在变强。那么目前再次新高，你就要看一下这个距离和前面的这个距离会不会再缩短，那么后面下跌会不会破低点？如果再出现缩短，那么就说明啊这个地方容易下次回调破这个低点，那么市场的趋势就慢慢的延续，可能要往这种反转去看。所以当前走势日线强势的缺口突破啊很不错，但是我们要注意了，目前是一个趋势，不是初期，而是一个中后期，那么要小心市场趋势强度的一个转变转弱。这里如果下周快速的把这个缺口给回补吃掉，重新收阴线实体跌回高点之下，说明这一个突破力度再次减弱，那么下一次它如果不能快速站回来，而是维持在这个之下，那么很容易呢是打这个低点。所以这个位置的突破很关键啊，突破之后要走远，而不要快速的在实体阴出现突破失败，那么这种情况呢会很危险。所以目前结合周线日线来看，整体是恢复看涨，但是一旦下周表现不佳，是一个假突破，周线重新回归负线之内，那么市场将依旧是风险。目前短线、波段、长线啊皆为看涨，但是市场的趋势强度是我们后续要去跟踪的一方面。走到这一步啊，依旧看涨，但是肯定要谨防一些趋势的走弱行为反转的前奏。这个反转前奏啊，最为直接的看法就是缺口会不会被实体阴线补掉，越快越强势的阴线回补这个缺口，那么越能说明这个地方是一个假突破，是一个风险。那么在此阴线出现之前，看涨买进，以操作个股多头为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我们要讲到日内的撑压。
阿哲这一部分是每期的美股盘前解析啊，以及呢我们每天的盘前广播当中都会去写到啊这个个股和指数的日内承压的关键支撑和压力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表。这个图表呢，它的左边就是我们的盘前广播了。如果您是今天才刚刚来到阿哲频道，认识阿哲，听阿哲的盘前视频，那么阿哲建议大家可以点击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啊，您去找到助教，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盘前广播1个月的一个体验权限。那么基本后续1个月，您都可以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在盘前广播当中呢，阿哲会给到一些实时的盘前的一些观点，会比视频会更快更具有时效性，而且每天更新。而除了盘前的观点之外，我们除了讲指数，还会讲到个股它的短线和波段一些趋势的跟踪。那是不是蛇口？我们在周5的盘前就有提到了，周4的实体阳线突破，它就是一个买点。那以及呢，可能买点还没有出现比较晚出现的 Coin， 也同样的是看低点的形成，在周5都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一个表现。而在近期的视频当中，我们提的比较多的 HOD 是吧？阿哲也是在这个盘前广播当中有作为波段的一个跟踪。而第3部分就是我们的关键的点位预测了。那么这个点位预测，阿哲会给到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他们的日内关键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那么这个撑压位怎么去使用很简单，我们就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盘前给到的点位去对比。比如说收盘价如果突破这一个高点压力，说明多方强势，那么阿哲会把 K 线底下标记一个绿灯的显示。我们说绿灯行，红灯停，那么绿灯代表多方依旧可以坚定的行走，那么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只要是绿灯，保持绿灯，那么就保持短线看涨，短线做多。反之，如果收盘价跌破预测低点，就说明空方强势，那么阿哲会标记一个红灯，红灯就停。那么绿灯的时候，多方依旧坚定的做多，出现红灯开始考虑防守，考虑要止盈。当维持红灯，则每多一个红灯可以多一次减仓的一个理由。市场在转为绿灯之后，我们才开始恢复看涨，只要后续保持绿灯，我们就保持看涨。当然，如果您是做空的同学，在相对中期、长期的下跌途中，一般我们以红灯为主，以红灯作为加仓信号这个呢，我们可以去有效的去结合大的趋势。像目前的美股市场就是一个相对的长期向上看涨趋势，那么以绿灯买入为主，以红灯为减仓或止盈信号。那么这一个信号也是阿哲每期的美股视频当中也会都去提到的。在上期视频，我们周4的视频当中，是不是当时出现了一个红灯 K 线？我们说要执行防守的策略，前期的绿灯看涨，而后延续看涨。目前进入红灯，你就要注意要防守，要开始有止盈的操作。那么后续只有等到再次绿灯，我们再次回归看涨，回归买进。那么指数环境以红绿灯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并且客观的一个判定。当市场在周4转为绿灯时，那么阿哲的盘前广播是不是也讲到了收盘在预测高点之上，所以看涨。红灯之后立马转绿灯，这是一种看涨信号，而后作为再次的买点。那么周5呢，继续出现绿灯，那么当前继续看涨。而我们在下周1要关注哪些价位？有2个，一个呢是预测的高点 23,299.71， 预测的低点 23,166.41。目前是一个绿灯的市场。那么只要保持在这2个价格中间收盘，亦或者是在高点之上收盘，那么就说明它是一个绿灯延续的一个状态。那么短线依旧无碍，依旧看涨，除非收盘价跌破预测低点，那么开始由绿灯转红灯，而且如果是立刻出现绿灯转红灯，那么继续的作为止盈信号、卖出信号。所以当下呢，关注这2个重要点位，在周1的短线上要有所注意。如果您是今天刚来到阿哲频道观看视频，那么这一个新订阅的同学可能还不知道如何能够每天盘前看到这条信息，怎么去找到助教。那么阿哲简单提醒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底下的评论区，在评论区当中呢，有一条置顶评论是阿哲呢所发布的。那么这条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的联系方式，您点击那一条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当然了，您点击右上角弹出的小卡片也可以找到助教。那么找到助教之后，您需要给他发送一个领取的口令发送一个盘前的文字给他，他就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领取到阿哲的盘前广播信息。那么这里阿哲需要补充一点，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不只有那么一重福利一般会有2个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盘前解析
点位的预测，就是刚才的盘前广播。第二个福利呢，是更加适合于如果您有时间学习技术分析，那么阿哲相信呢，您能够听到这里，对技术分析同样应该也是感兴趣，并且想要有所收获、有所进步的。那么福利2可能更适合您，因为阿哲和阿哲团队老师会每周根据市场的变动、实际行情的走势，会专门去定制一些内容作为进阶的技术分析的知识来进行内部直播不公开的分享。而这一个分享只针对于至少是订阅粉丝同学，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那么不要忘记，也可以找朱老师报名我们下周的课程。下周我们会讲一个小白的成长之路交易的训练营。如果你对技术分析目前还不是很擅长，甚至呢是一头雾水，并且可能学习了很多，但是一直不能落实于实战当中，那么这套课程阿哲相信对您会很有帮助。我们会有4节课程从周2开始。会先讲到 K 线的形态炼金术，而后会讲到九转趋势的模型图，包括周4也会讲到技术指标如何能够去异动擒龙。最后我们会将很多内容进行一个升华，叫周期共振抓起跑点，这是下周小白成长的4节课程。那么希望对您也能够有所帮助，能够收听直播的尽量看直播。如果您平时比较忙，或者说有时差原因不太能够对得上时间，您也可以找朱老师每节课后领取回放收听。感谢您的订阅支持，也希望这套课程能对您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前面我们通过周线、日线和日内的关键点位来判定一下市场的一个方向。目前看涨，但是小心周线、日线的假突破，一旦出现，依旧执行减仓行为。而日内周一就可以开始关注是否有红灯产生，有红灯及时转向或者说及时止盈。而如果一直保持绿灯，那么就保持看涨即可。那么接下来看到第2部分，第一只个股我们会讲到特斯拉。特斯拉的一个最近走势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在上期视频我们讲过，它有关键的支撑，一个呢是母线的低点，而后呢是这个缺口，再往后是前期的反弹的这个5浪的高点。如果再往下看就要看到170天均线了。那么我们看到市场在财报之后出现了大幅的低开，但这种低开而后高走，我们说是一个挨压 K 线，并且低开到我们母线下沿有所支撑，直接盘中就出现上涨。有同学在上期视频的评论区问到，那么特斯拉的支撑位出现什么反应能够构成买点呢？阿哲有讲到仿包阳线算是日线比较右侧的买点，在日内30分钟可以看到超跌信号，白 K 突破也可以作为买入。而特斯拉在当时低开之后，就是出现了30分钟日内白 K 突破，而后产生强势的反弹。那么这种反弹的阳线能够直接买进吗？那么这种买点，那么这种长阳后直接去追着买，其实呢风险性短线是比较高的。我们更多建议的是回调之后再找买点。那么昨天的广播当中，阿哲其实也讲到，因为它是一个超买 K 线所以不要直接追着去买。而当下的一个价格区间还是在420到439.6之中还不是一个很有效的突破，所以我们等待大阳线内的调整结束，再次启动作为买点。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资金和动能方面，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走势图。那么昨天的这一根阴线相对冲高回落，是不是有点负阴线、乌云盖点的形态但是它整体是缩量，所以风险性还不算很大。不太好的就是它的趋势飘带依旧保持收窄，目前已经很容易转黄色带。在阳线低开高走突破之后它依旧第2天就回落，跌破了飘带，所以一个支撑位反复对上穿下跳，说明这里的多空之间还存在博弈。目前没有有效跌破和有效突破，只待保持，所以多方偏强，但空方也不弱。当下呢还没有看出特别明确的启动信号，所以整体来讲我们依旧波段看涨，但短线上你不是做低吸的，那么目前你就最好等待回调之后的买点。在30分钟上我们看到这里其实就是当时在开盘之后第一根 K 线就是白 K白 K 突破，这种地方作为30分钟的一种交易信号。 HOD 是不是在上期视频也讲过有这种买点？而目前的特斯拉是不是整体还是在170附近上蹿下跳所以当前来看呢，多头还不是很坚定，它这里需要等多一根突破 K 线就是放量 K 线为什么要呢？因为它是一个挨压 K 线嘛。那么挨压 K 线产生之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上升趋势先做一次买进，下一次买点是放量的阳线突破这根 K 线的高点大家注意是放量阳线实体阳线 OK 作为买点否则我们就依旧还是以前面的母线低点作为波段的防守位，而后寻找回调后的止跌买点。
目前呢是绿灯，所以依旧看涨。如果回调过程当中不出现红灯而再转为绿灯，那么可以再次的作为进场点，或者说相对左侧的进场点。我们看到预测值，在周一的时候看到预测低点421.19，高点的压力呢是442.7，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Circle呢，阿哲觉得目前也可以有所关注，因为这里的股价变动有一种反转的结构的产生，或者说即将产生。大家看到左侧阿哲所画的方框都是一些强势的震荡后的启动阳线，它的一个低位附近。如果股价出现了震荡，而后选择的方向是向下的，那么这种阴线一般它的高点附近是有压力的。反之，如果在震荡之后选择是向上的启动的阳线，它的低位附近呢一般产生是支撑。但我们对于参加点位呢，不是说股价上去了直接做空，或股价下来直接做多正常我们要看一下在那个价格附近有没有一些价格的启动，或者说反转信号。像这种地方是不是也是震荡之后起来，但是后续呢被快速跌破反弹反而出现了一个压力，所以这种地方呢就不能随便通过日线的回调去直接左侧的买进。像后续跌到左边这种位置，震荡后启动的阳线，这里虽然也有震荡也有一些 IRK 线产生也有反弹，但是不是出现了这种高开低走冲高回落阴线反而反映出反弹的抛压，然后继续的下破之后呢站不起来，是吧？又转为一个压力。好，当下呢是走到了这一个前面震荡之后启动的阳线，所以这个地方就有点不一样了。下跌之后能够反弹，打破左边的高点，回调呢不创新低，再次能够创左边高点。这里回调又没有去有效跌破左边低点所以目前往上去看趋势的一个形成，当下呢已经2次回落都没有去打左边低点，而后上涨呢前面已经有1次能够创新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看它新高。那么这里如果也真的能够新高，那么整体趋势慢慢的就由下转上，而大结构是上涨回调所以这里如果有机会，它至少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所以目前来看，这个区间附近可以做一种回落的低吸，或者说建仓以波段为主，而且是比较大的波段。而我们再看到短线的一个资金和动能上，那目前所看就是 Circle 的一个日线图表。我们说过，在紫色飘带出现了一个蓝 K， 说明是上涨回调趋势当中短线的超买信号，所以这里突破当时有讲过买点。那么目前是不是又出现了蓝 K 蓝 K 突破是吧？在这附近又产生了一次上涨。那么这一次上涨，我们就和上次是一样的。上次我们说过目标是不是新高最少新高。好，那么价格如果是上升趋势，你回调买进，你的目标肯定是看新高之后嘛，新高之后走强走弱再说。但是新高呢是作为一个基础的目标，所以股价目前还是一个上行趋势，回调没有破左边低点，那么蓝 K 突破依旧看左边的高点作为一个基础的目标。那么市场的走势目前是下跌时突破了蓝 K， 所以我们昨天说这个位置为什么是买点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强的反包阳线，但它是突破蓝 K， 前面这里的突破是长上影线，所以不能买回调之后不破蓝 K 低点，再反包蓝 K， 所以这里是买点。股价呢给了一个短线的不错的长阳，而飘带没有压力。我们说这个由紫色转黄色，说明由多方转空方，但是它有一个确定，就是反弹的时候它有压力还是没压力。如果有压力，说明彻底由多转空；如果没压力，说明这里还只是一个转空的过程，它还没有完全的转空，多方趋势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当下最好的就是后续股价的回调不要去破这个黄带，因为破黄带就说明还是有压力嘛，就是假突破。所以看一下黄带目前的下沿是多少呢？作为一个防守位，我们可以看到黄带下沿是在 135.266， 而黄带的上沿是 138.437。我们如果较为保守的同学，你想要守住利润了，可以右侧呢看一下黄带上沿能不能站得住跌破上沿，你说我先走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跌破下沿直接清仓短线呢就先跑了。大家则觉得这一笔交易应该还是 OK， 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量能和前面有点像之前这里蓝 K 突破也是放了一个接近的小背阳，这里呢也是个背量所以这个地方结构还是有点相似的。阿哲还是认为它更容易能够走至少到前方的影线，这个大阴线的影线附近还是有机会的。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的一个支撑 136.53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49.54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MVDA 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下周呢 GTC 大会也要来袭了。在大会之前，市场出现一些技术面的一个异动，前期呢突破了左边密集的一个筹码区压力，
当突破之后啊，市场没有产生一个比较好的空间的打开，而是反复的回踩，目前还是在这个前高附近在盘整。我们看到短线的运线是被跌破过一次，让跌破之后拉回来，所以这里呢是一个前期的运线的假破位，假破位回来，我们认为方向更容易呢要去试探一下上方的一个压力，所以在整体的短线节奏上是吧？我们看一个反弹，它目前能够这种强力的拉回来，就说明这个跌破是无效的。那跌破无效，它哪怕是震荡，它是不是也应该往上去探一探这个压力，看是如何？所以当前的英伟达呢不算是很强，因为指数它没有跌破，直接突破了。那像英伟达 APP 这种，它是往下去跌破的，就偏弱一点。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个短线反弹，而后再去看是否能够补涨。从结构波段来讲，是不是至少还是有新高啊？回调之后，目前依旧趋势是看涨，只是走势上没有之前这样那么强势而已。所以当前的英伟达，我们就还是看一个新高之后的回踩有支撑，然后向上啊，先看一下是否能够再新高。在这个左侧的大阴线高点附近是一个相对短线的一个目标。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在最近呢，英伟达的一个飘带是由紫色转为了黄色啊，当然紫色转黄色呢，它是没有压力啊，说明这个空方力量刚出现啊，就不是很强。目前直接涨上去，而且涨上的实体比较多，所以这个压力确实不明显，重新跌破的可能性应该短期不大。我们看到这个飘带的支撑在哪里呢？是 184.131 啊，这可以作为一个支撑点。而我们在看到它目前是一个绿灯，前面的绿灯转红灯之后，我们一直是关注的这个绿灯的产生，但一直没有绿灯啊，有蓝 K 出现是吧？所以这个蓝 K 低点有支撑，蓝 K 的高点目前被突破，所以这里呢也作为一个加仓点。而后连续的红灯后是一个飘带附近止带的绿灯，所以这里短线看涨。所以这里呢是两个交易点，第一个呢可以买少一点，第二个突破蓝 K 呢，我们可以再加笔仓位。以两根 K 线啊低点作为防守，或相对能够激进一点的，以蓝 K 低点作为防守啊，更不容易被洗出去。目前的交易以绿灯啊就作为看涨，转红灯跌破这个飘带就要小心。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 184.88， 高点的压力是 188.85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就是对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我们指数和特斯拉、Circle、NVDA 的讲解。那么接下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是部分个股的解析，阿哲呢可能会讲的比较快速简洁一些，但阿哲还是会提及啊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以及整体的趋势环境。那么希望这一部分也能够对您产生部分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支标的啊是 APP。当前的 APP 呢经历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市场目前的这个黄带它究竟有多强的压力。前期呢在反弹过程当中碰到压力带附近产生红灯，是不是有一波下跌？但这波下跌呢它依旧没有破掉前方这个母线的低点，也就是说这个运线范围还没有选择。但是目前的指数有了运线上破，而很多个股如果是没有上破的，你要么看超跌反弹，要么看市场的趋势比较弱势，甚至是空头占优势。当下的市场出现了大幅的高开，但其实没有说突破很多的关键位置，只是进入到了飘带之中。看到飘带的上沿压力在 630.083 啊，量能其实不是很明显，所以当下只能说短线在震荡当中看涨啊，但是它上方的趋势的压力呢是整体还是很多的，所以作为多头标的的选择不算是一个特别好去放置仓位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啊，只是短线看涨，目前的波段已经转空，要小心。上方遇压力出现红灯以及跌破这个缺口啊，所以如果您是最近做多了 APP 的，以飘带下沿作为防守，或者说以出现红灯作为一个防守，如果跌破把缺口补掉啊，就是一个彻底要走空，或者说压力依旧还是偏空的一个状态。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 612.75， 高点的压力呢是 634.36 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当前的股价走势，这个地方的压力还是比较多的啊，左边呢还有一个直线的高点也在这附近啊，所以这根阳线的高点啊也是一个关注的区间，但是短线上目前依旧保持看涨，看是否能够往上去突破直线高点，那么后续看母线这里回调转止带，再看趋势上涨，这个呢是走趋势回归波段的一个节奏。但如果这里黄带保持依旧受阴线红灯跌破，那么股价后续肯定要小心创新低的一种动作，如果再创个新低，是不是走出了空方的节奏，结合黄带就比较风险。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AVGO 的话，其实出现了一个交易点是吧？加仓点，
我们前面说过啊，这根阳线突破了左边的关头阴线的高点，而后以关头阴低点作为防守，它没有跌破，回踩一下，在指标带出现了绿灯，这是一个买点。昨天盘前的广播也说过了，这是一个第二个买点。第一个是这一根阳线，第二次呢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一根 K 线买不买吗？这里呢不太建议，因为它是个长上影线，脱离飘带，而且开盘就高开啊，所以这个位置去买的话就是追涨了啊，不是说特别好。好，我们看到整体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352.503，高点的压力呢是359.927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目前是一个有缺口，但量能不是说很多，市场呢还是 OK 的，但是不一定脱离了震荡。飘带呢还是多头啊，整体看涨，波段看涨，短线不算很强。而我们目前的买点就是这根阳线和这根阳线。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MD。AMD 呢就还是比较不错的，市场在这一个红灯之后产生了震荡，而飘带是不是由一个之前远离在慢慢的变收窄，就说明它的乖离啊是通过震荡来去修复的，比有些股票以下跌来修复就强很多。目前再次出现跳空缺口背量而后突破啊，所以当下的 AMD 还是很强势的，所以作为短线来讲依旧看涨，波段来讲啊其实也还算是修复了乖离，还是不错的。所以整体依旧没什么问题，依旧看涨。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47.435，高点的压力是258.875，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HMS 啊，这个个股呢在股价回调过程当中，是不是又来到了170天线附近？170天线附近呢，作为关键的趋势波段的支撑区，而当下的走势又是一个蓝 K 了。啊，连续的蓝 K 后有绿灯，但这个绿灯呢，这个阳线不是很强。如果它能是蓝 K 消失反包就好了。所以这个地方的绿灯只能说很激进的买一点点啊，但是它是仓位当中要较少的。而后第二天高开低走，有一点缺口，但不是阳线，所以不能作为买点。最好能够在这里收实体阳线，突破这个蓝 K 的高点，然后再做下一笔买进。当下啊，还是以蓝 K 170附近作为防守位啊，这里呢是再一次的波段布局的点位。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48.77，高点的压力51啊，关注这两个数字。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 HOOD 啊，我们最近提的比较多啊，市场呢也算是给到了买点机会，而后出现了小幅的上涨，这个飘带有所转色，但是整体没有表现出压力啊，所以我们的看法是一样的，这里有个缺口，缺口如果被实体阴线回补，并且跌破飘带，那么整体来讲就说明飘带转为压力，就说明多方确实慢慢走向空方，就相对要有所小心。当下的30分钟，我们今天一直讲170天线，是吧？目前是不是往上突破？但突破之后啊，它的走势还不算是有效突破170，因为170还在往下走。然后突破的第一根 K 线、第二根 K 线啊，两根里面取偏高的，这里作为压力。下周如果不能往上突破这个压力，而是往下重新跌破170，将说明这里还有一波回调。如果这里170不能有效跌破啊，30分钟可以这么去看啊。如果往下跌时，我们就短线要减点仓，等到确定不跌破这个白 K 低点啊，走出这种低底抬高，我们在这附近去找白 K、蓝 K 再去买也行。但如果下周直接很强势往上突破，那就更好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前期仓位拿着就行。这里是蓝 K 回踩，是吧？我们是有说过这个仿包要找买点的，日线仿包嘛，出现买点。而激进的同学是在这根下影线的时候，通过白 K 可以去介入，所以当下就看这个是否会走回落、二次回踩，以及呢，它还是直接保持波动的上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38.445，高点的压力是143.54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Coin 啊 ，Coin 是不是也走得很强势？它是一个缩倍量10日新仿包突破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依旧看涨，只是它没有在看涨之前给到比较好的买点，跟 Circle 跟 HOD 啊不太一样，所以不给好买点，那么你可以说追涨买进一笔，但是不要买太多，因为它是放了倍量，那么连续的量能缩倍，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构成买点，看它选择向上，并且蓝 K 突破，是吧？所以这些位置可以构成一个买点，但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预期，因为它的量能放的比较多，要预期它有一个回调的过程。当下的飘带的下沿是346.899啊，因为它的量比较大，所以这个飘带哪怕被跌破
我们依旧看这个底下的缺口是一个强的支撑，有量的向上的突破缺口会比没有量的要好一些，更具有支撑性。那么方向选择会更加明确一点。所以当下这里呢，我们还是比较看好 coin 的，只是下一笔仓位等回调之后再出现绿灯去买进会好一点。如果能够强势往上再突破，那么就等飘带后回踩买进也行，所以不着急。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343.73，高点压力是367.61。而短线如果你是提前埋伏的，那么目前这里如果出现收阴跌破飘带或者说红灯，那么你去减一部分仓下来之后再去买再去接也是 OK。而后我们再看到 TER 的话，它依旧还在徘徊，而后左侧的这个大阴线运线的高点是没有跟指数一样去突破成功的，所以相对来讲比一些股票强，但是不算是很强势的一类个股但还是 OK 的，波荡是看上，因为它的飘带是吧还是保持一个绿带，目前至少还没有跌破，所以整体来讲还是看涨。它这里呢有一个红灯转绿灯，我们说飘带附近、飘带内的红灯，你去减仓的意义，作为波动投资者来讲，就意义不是很大。飘带远离之后的红灯可以减仓，飘带内的红灯呢就不是很有必要去减仓，反而要找绿灯去作为买点，除非飘带后续走得很窄，而后被跌破。好，我们看到目前依旧是绿灯，所以依旧看涨。而预测值呢，低点支撑是141.71，高点压力是146.64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core位走了一个破位当破位的时候呢，是2根 K 线就止跌了。我们说对于某些关键支撑和压力，阿哲喜欢看2根 K 线，是吧？2根 K 线之后呢，是否有变化？如果是往下破支撑位，2K 之后有止跌有长下影线，一般你可以去做一些左侧的买点，或者说左侧呢去试探，它会有一个至少的反弹。好，这波反弹到飘带目前没有站上，所以飘带呢还无法排除它是否会转为压力。目前飘带的一个价格是下沿132.809，所以这里呢小心转红灯就要作为反弹压力要跑。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就依旧看涨，因为它是破位之后绝处逢生的一个交易点2号 K 线低点支撑，目前转绿灯就维持看涨，波段看涨。这里不是短线，是波段因为我们说的是砸盘的行为的低点，反弹只要不遇到明显压力，这里就容易是波段低点，等转为止带后再回调再加仓就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29.27，高点压力是136.335。这里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它反弹有低点，但是这里如果是反弹低点，是吧？这样子的话就不好了。我们要的是出现的是这种走势以飘带呢为支撑，而不是以叉为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苹果的整体走势依旧也是砸盘后的低点再次新高，那么目前就回调红灯你可以做一些保护性的减仓，但是目前转为绿灯，而后是价格没有去有效突破运线的高点这个地方绿灯呢可以作为买点，但是买少一点因为刚好在压力位附近也可以不买。如果收一根实体阳线站在这个位置之上再作为买点也行，因为这个是个运线，它没有选择有效的突破，相对来讲突破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已经很靠近了，但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最好明确确认之后再去买也行。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261，而高点的压力呢是265.95关注这两个数值，目前离飘带比较近所以整体来讲，它如果要走上行，这里呢还是属于相对安全的低位范围。前期有一个放量的缺口，目前是没有回补所以整体它只要不补这个缺口，整体的趋势还是看涨。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FIG 已经是跌破飘带之后转为了一个由止转环，它也是跌破之后有蓝 K 之后有说背量的阴线10日星，但是它没有突破所以跟 coin 呢是不同样的一个命运。当下无法说这一个位置的蓝 K 低点是否真实有效，最好能够下周见到一根阳线把这个10日星给吞掉而后或者说把这个运线整体都吃掉，我们再看它是一个蓝 K 的超跌反弹，但位置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整体相对长时间下跌，大幅下跌之后低位是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个破低点，但是无效跌破，强势反弹，2次回调，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可以看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位置。如果出现反包阳，也可以作为买点依旧有可能是一个低位反转。
而比较风险的就是是吧再破低点。而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当下是连续的红灯之后还没有绿灯，所以可以看一下什么时候有绿灯出现。低点支撑53.18，高点的压力是55.66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阿斯麦的话，在蓝 K 出现在纸袋内，而后突破，说过有一个买点之后啊，目前是有点偏弱了，因为它没有创新高。我们说趋势的一个走势，回调有蓝 K 买进之后，目标位是前高突破嘛，它目前到了前高附近，但没突破，所以这属于一笔交易的止盈目标已经到了，并且走弱。这个地方连续的红灯产生，绿灯出现啊，但是它的飘带呢是在走弱的。整体的价格好像有明显的压力啊，所以这个地方要略微小心一些。在走出新高之前，这里出现的红灯以减仓为主吧。虽然离飘带不是很远，但是它毕竟是一波加速之后的相对震荡阶段啊，有可能是一个获利兑现的高位啊，所以目前无法去明辨。但是左高破之前还是要小心风险啊。当前的短线上还算是 OK 啊，短线上有仿包阳线。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够介入本次仿包阳去进行新高。看到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027.03，高点的压力呢是1038.2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 MSTR 啊，它的整体趋势还是空方飘带，并且是被验证过趋势走弱的。所以空方飘带呢，它出现的时候和多方飘带出现的时候，不是说一出现就直接就是一个买入信号，我们要确认一下。比如说向上突破之后回踩确实有支撑啊，你才能够去看涨。那么向下跌破之后啊，你看反弹有压力是吧？这种地方就小心风险了。而后目前它哪怕转为指标带，它只要没有说回踩有支撑，就还不算是转势。目前就还是一个空方带，那没有出现突破回踩支撑之前，这个地方你做的都是超跌反弹，而目前没有启动信号，所以不作为买点。当下呢也没有出现这个明确的绿灯，我们看一下。这个预测值低点支撑287.595，高点的压力是293.63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看到谷歌和阿斯麦呢有点相似，它也是长时间上涨有大幅获利之后呢出现震荡，但它这里还好的是左边虽然有压力，但是目前已经被上周周五的一根阳线高开高走给突破了，并且有一定的放量啊，虽然不是很大，所以这个突破呢不知道有没有效。整体跟指数同步，所以下周指数的环境只要不走空啊，大概率它没有太多问题。而它这里呢，我们就以波段来看涨吧。目前是一个绿灯，就保持看涨。指带也还 OK， 指带的上沿是250.554啊，波段还是 OK 的。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58.305，高点的压力是264.7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呢，我们再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它也还是一个黄色带突破，前期呢验证了压力有效，创了新低，所以目前呢依旧还是压力突破有黄 K 代表股价来到了一个什么状态？是一个风险，是一个超买状态，结合黄带，那么这里呢是要小心的，至少不能够去加仓买进吧。然后如果跌破黄 K 的低点，那么这里就要小心，它可能再次是一个反弹高点。黄 K 的低点目前是在221.9，所以作为本次买进的同学可以作为一个防守位置。我们看到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223.055，高点的压力是226.555，关注这两个数值。现在这股票我们就看到 SMCI 它是不是跌破了飘带两根？前期呢也是在170附近启动目前跌破两根，我们说它还没有脱离砸盘的一个范畴。跌破之后出现了缩倍量的阴线，而后是一个运线。当下我们依旧看这里是一个低点的支撑，而一般跌破这个价位，那么将会往177进行。所以正常来讲，一般对于飘带的走势我们作为波段持股者来讲，在飘带之上以飘带为支撑，但是如果跌破飘带，就要开始做减仓行为。当然了，远离飘带时红灯为减仓，是吧？回踩收阴跌破飘带为一次减仓，跌破飘带下沿为一次减仓。我们虽然说跌破之后两根能够看它砸盘的可能性，但是毕竟它在下跌，在走弱。如果不砸盘呢，是吧？你不能说我前面有筹码，一直等到它2号 K 线，那如果一路等一路被套怎么办？是吧？所以正常我们有所波段的利润之后远离飘带有红灯就减仓了，或者说有一些黄 K 跌破就减仓，然后跌破上沿支撑，然后跌破下沿支撑，来到
这个地方再跌破是吧？整体波段是有逐渐的减仓的行为。等到某一个支撑位上，它确实有反应了，我们再去重新的买进，重新看涨，是吧？而不能说我买了之后我就不动了，然后一路下跌，一路破都不动，就非要等到它减仓或170有支撑不是这样的。所以下周如果可以的话突破这个小 K 线高点作为初步的止跌确认，突破母线高点作为砸盘的确认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这么去等待加仓点。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48.25，高点的压力49.68关注这两个数值。最后我们就看到 PLTR 在飘带附近是收缩之后变成黄带，但是整体没有支撑，没有压力，在大 K 线的运线之内，在一直徘徊震荡。目前来讲还是震荡，因为它没有突破我们的母线高点，是吧？比指数来讲呢偏弱一点，因为指数选择方向，它还没有选择。当下是一个红灯后转绿灯，所以在区间之内看涨，但是越靠近区间之上就越有压力，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注意风险，转为红灯要小心再次的震荡。低点支撑是183.74，高点压力是187.06关注这两个数值。以上是10月25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